什么？你不修无情道了？爹爹，不是女儿不愿休息，只是女儿无法忘情，恐怕此生都练不成无情道，无缘飞升，要让爹爹失望了。起来吧。苏苏啊，已经决定就是苍九明了。爹爹，可以吗？傻孩子，你问我做什么？九明是不是个好孩子，你比任何人都更清楚。况且他能够炼化护心灵，这足以证明他的内心至善至纯，是个值得托付之人。爹爹，至于你能不能修成大道，无论你选什么，只要你平安欢喜，爹爹都替你高兴。就算万一选错了，也不怕。只要你回头，爹爹永远都在你身边等着你，接住你。爹爹，谢谢你。啊，还有啊，不要担心，邪骨的事情，爹爹一定会帮你想办法。苏苏，邪骨真的在你这里？你为何不告诉父亲？你知道有多少人觊觎那邪骨的力量？是苍九明让你瞒着我们的吧？他定是想将那邪骨拿回，才会盘桓在你身边。不是的，其实苍九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。是我觉得邪骨会带来无妄之灾，因此不敢告诉别人。你万万不该如此掉以轻心。邪骨的威力你还不明白，你虽是无垢灵体，不会被一般魔气所侵染，但那可是邪骨啊！当年天柱都没有将其封牢，岂是你这灵体能轻易封住的？我当时没得选，我用仙髓换出他的邪骨后，才发现那邪骨根本无法消灭，只得以身体将它封印起来。又是魔印咒。念白羽，今日找你过来，是有个任务要交给你去办。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如今世人皆知，邪骨已经不在他身上了，他对你们而言，已经没有价值了才对。这就轮不到你来操心了。你只要把魔胎给我带回来，其余的事情我们自有办法。可是，念白羽，你不要忘了，你为何会在这里？你若不想让他们死，便乖乖听话。我明白了。四隐精灭想要抓魔胎回去，难道他们也知道邪骨的下落了？看来我必须要抓紧时间，赶快行动了。苏苏啊，我和你父亲商量了一天，决定联手，在后天的子时为你布阵行阴阳法咒，去除邪骨之险，这样我们也好放心。爹爹，我知道你们为了我的事情都争了一天一夜了，辛苦爹爹和父亲了。还有赵幽伯伯，为了提亲的事忙得见不到人。如今三界大定，仙门之中哪里还有比你和九明的大婚更重要的事了？我和你父亲开心还来不及呢，你呀，就不要多想了。啊，说到这儿啊，我们倒是得谢谢你父亲，我们都错怪他了。原来降魔峰之后，他一直对错怪九明而心中有愧，只是他言语木讷，没有表现出来而已。听说你和九明即将成亲，
非要耗尽自己毕生修为，为你压制住邪骨，说是只有这样，才能让你和九明没有后顾之忧的生活在一起。他还说，也算是给九明赔罪了。哎，还有那件东西，也该拿出来了吧？啊。 这是一只公鸡石头。啊，是老虎。这是你父亲用荒渊的熔岩亲手为你做的，希望有一天见到你的时候能亲手送给你。嗯，我在荒渊时就天天在寻思，寻常人家都会送一些布老虎给小孩子。 可是，在荒渊那个地方，就只有这些破石头，熔岩坚硬，我力量微弱，就只能一日日敲打磨练，终于算是有了个形状。当我真正见到我的小姑娘时，如今也长得这么大了，我对你照顾不周，现在只想尽力多做一些，就当是亡羊补牢了。 父亲，我会收好这只小老虎的。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爹爹和父亲已经想到压制邪骨的办法，3日后就会布阵施法。你父亲，他如何会知道邪骨在你的身上？我和爹爹说起邪骨的时候，他听到了。 何况父亲他又不是外人，他其实是个很温柔的人。没事的，只要邪骨能压制下去，我们此生就能长久相伴了。难道你不想跟我好好成一次亲吗？好，等你出关，我就带着聘礼来接你，咱们。 再成一次亲。谁说我一定会答应你啦？我告诉你，徐掌门已经答应我了，他可是许了我一直陪在你身边呢，你不能反悔的。那你就不怕这一次成亲，我再给你打上几颗钉子吗？这么说，你答应我了？你这个人啊，你怎么就光听自己想听的呀？我告诉你啊。 按照我们长泽山的习俗，成亲之前我们是不能见面的。你可要好好的准备一下，如果达不到爹爹他们的要求，他们可是会反悔的。好吧，我等你。我会带足聘礼，在你出关之时来接你。 该你下了。哎，我说你这个老东西啊，到底是出了何事了？这棋也不下了，酒也不喝了，整个人的魂都飞到天外边去了。哎，今天要跟你说的可是大事啊！先喝口茶。你看上次说的那件事，是不是？ 哎，给个面子嘛，啊！你那个宝贝徒弟啊，以后入了我衡阳宗的门，你可会舍不得呀？老瘸啊，谢谢你，保下9年。他虽是魔胎，可那日炼化护心林时，却隐约一现神像，足可以证明。 他道心稳固，假以时日，守护苍生之责，他必能担起啊！提起你徒弟，倒是正经起来了。那是，那就有劳曲掌门了。咱们3日后见。
虽说婚事繁忙，玉灵仙子可还记得日日要去湖心打坐？那苍师弟呢？除了日日来我衡阳宗偷看玉灵仙子，可有用功修习呢？小师叔，小师叔，你说吧。小师叔，发现没有？最近总有奇奇怪怪的人在附近。苍九年，再等等，过了明日，我们就能永远在一起了。明日早晚课都取消了，掌门说要闭关一日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为什么要闭关啊？听说小师叔也在闭关，还有网之主也是啊。你们说，宗门内是不是要出什么大事了？魔胎都被废了，还能出什么大事啊？我看啊，八成不是坏事儿，是喜事儿。对，不过咱们的玉灵仙子啊，便宜了苍九弥那小子了。他可是魔神，年纪有个百千万年的，也不知道掌门怎么想的。嘘，小声点，那个魔修念白羽就住在这附近。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？妖王、魔修、魔神，咱们长泽山凑了个全套。好了，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苏苏，待会儿你会无感尽失，不过你不要怕，你只要相信我们就好。辛苦父亲和爹爹了。傻孩子，跟爹爹还客气什么？明日你赵幽伯伯就要带着聘礼来替九明提亲了，到时候我们双喜临门。开始吧。姐姐，发什么愣呢？看你很开心的样子，是有什么喜事吗？我们已找到魔宫入口，只要从衡阳宗找来一物，尊上很快就能复活了，成败在此一举了。子音，我醒来后这些日子有了许多感触，无论神魔人妖，寿数都不过须臾，所以最重要的是成全自己，想要什么就去得到什么。你为了魔神倾尽至此，你自己想要什么，你思量过吗？姐姐，只要是尊上想要的，便是我想要的。妹妹，你不要再傻了。你为魔神付出至此，那魔神又为你做了什么？尊上不必为我付出什么，我做这些都是心甘情愿的。姐姐，我先走了。若是一切顺利的话，再见面时，自当是在魔神的面前。苏苏，苏苏，此时一道阵法已经结束，苏苏怎么还没有醒过来？他脸色这么难看，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？能有什么问题？你看，邪骨不是要出来了吗？这怎么回事？不对，为何会这样？
么回事？这阵法不是要压制邪骨的反噬吗？战天剑！你看人的眼力，如果能像看法器一样精准，那就好了。没错，这正是斩天剑第3把魔器。万年前，我就是用它刺伤了魔神，才会被他封印在荒渊之中。人人都以为斩天剑和其他魔器一样散逸了，其实它一直在我身上。是我看走了眼，没想到你从一开始就是为了邪骨。徐掌门，其实我非常敬佩你这样的正人君子。当初我和初皇相识后，我是真的要做一个深情不负的好情郎，可惜魔神的力量实在是太让人着魔了。为了有朝一日攫取那个力量，我只能背叛初皇，投靠魔神。直到遇见这孩子，我和苏苏相认之后，我也想全心全意地弥补他，做一个好父亲。然而命运弄人，要怪就怪这孩子竟然与这邪骨这般有缘。不要啊！不要伤害苏苏！不要，苏苏！不要！她是我的亲生女儿，我怎么会忍心害死她呢？我取出邪骨之后，她只需撑过伤势，便可一世平安。你是她的养父，辛辛苦苦这么多年把她抚养长大，如今你可以安心的去了。苏苏！就是你让我苦等了万年，魔神的力量，终于轮到我来主宰了。你的灵力几乎已经耗尽，若被斩天剑贯穿，可不要无谓挣扎。你这等贪婪之徒，只觊觎魔神之力，还和我谈业果报应。今日我就算耗尽修为，身形去死，也不能让你带走邪骨。愚蠢至极！
安、快乐，无论你怎么选，爹爹都会为你高兴的。就算万一选错了，也不怕，只要你肯回头，爹爹永远在你身边陪着你，接住你。爹爹，谢谢你。素素，爹爹对不起你。爹爹不能接住你了。师姐，出事了！走。不好，出事了！要尽快带主上离开这里。这是哪里？怎么样，谭太监？是你说的时机成熟，你便会返回荒原。如今属下已经替尊上寻找到了魔宫入口，没有比这个更合适的时机了吧？我为什么会在这里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主上，我已经跟掌门请辞，临行前想跟你好好叙叙旧。白羽，你为何突然要走？离家太久了，不放心。不过主上，降魔峰之后，虽有2位掌门力保，但是您的处境却一直不太好。你有没有想过离开这里，跟我一起返回逸月族？白羽，我绝非什么圣贤，平心而论，我也不愿意非义傍身，更不喜欢身家性命经由他人掌握。可是，只要能跟苏苏在一起，这些事情我都可以忍受。主上，我听说您就要与玉林仙子成亲，永生永世都不会离开这里。可逸月族，主上也不关心了吗？母族，说来我命途多舛，凡是与我有关的，都会饱受灾祸。也许远离我，远离风波，才是对母族最好的保护吧。主上，那您可曾怀念做人间君王时，佑护百姓的日子？在您做君王的时候，晋国得您庇佑，风调雨顺，万事太平。您就不想重新回到那个位置，保护母族吗？说不上怀不怀念。500年了，许多事情如同梦幻泡影一般。或许，只有这一轮明月是永恒不变的。没想到你那个小跟班还是有些本事的，真的就神不知鬼不觉的把你给带回来了。10年白羽，为什么？现在不是想这些事的时候。苏苏还在等我，我要想办法尽快逃回去才行。苍九明，你终于还是站在了这里，这种感觉熟悉吗？我从未来过此处，怎么会觉得熟悉？这是魔域之门，是魔神真身的居所。你身怀邪骨而生，怎么会不认识这扇门？你在犹豫什么？哦，你在害怕，你害怕这一切会被证实。
他们能把我带到这里，想必已经有了万全之策。强行突破怕是不行的，还是先顺着他们，再找机会逃脱。家吗？好大呀！家，那是何物？就像动物的巢穴一样。过去我和墨女以赤水之畔的山洞为家，再后来神域捉了我们回去炼化，我们便没有家了。那这里以后就是你的家了。子悠，他果然是魔神。是我们苦苦寻觅的魔神。你在说什么痴话？他若不是魔神，又如何打开这魔域之门上的禁制呢？罢了，说了你也不懂。总之，没有什么苍九年，也没有什么澹台烬，他只能是魔神。快来吧，来见吾一面，你会知道所有谜题的答案。你究竟是谁？你究竟是谁？现在是我在问你，现在是吾在问你。
再问你究竟是谁，或是让吾来告诉你，你应当是谁，以及吾的诞生。因为天灾，谢谢你啊，大夫。啊，回去小心点儿。是要诊治吗？快进来。病大夫，痛，我信口开河，行行好，这里不是善堂。原来你没钱。贫穷。看什么看啊？你不也没钱吗？还学人看大夫？这，哎啊，你啊。饥哎，饿，你这个小偷，别走！我打死你！污秽，没东西让你，赶紧！暴力，干什么？给我老实点！你不看看我试试？杀人，推崇，战乱。罪业便是吾的职责。神是这世间的光，而吾便是这世间的阴影。因此，吾无法离开此方世界，在这魔域中独存了不知多久。突然有一天，吾终于想通了一件事：这世间之所以有罪业，正是存在了太多痛苦与欢欣、饥饿与厌足、混乱与秩序，而这些都是相对而生的。自混沌初开便是如此。既然如此，痛苦无法被消灭，为何吾不可反其道而行，让这世间再无清明？众生皆因浑浊而永远沉溺痛苦。为了创造出无喜无悲的安宁世界，吾创出了同悲道。当这世上再无星浊二气之分，便再无罪业。待吾成功之日，三界就会回到吾所诞生的混沌，那么吾也就自由了。
小师叔，你醒了。小月牙，我这是怎么了？苍九明，他偷走了你的血骨，是你重伤昏迷了。慢点，你有起来吗？小心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小师叔，苍九明，他杀了曲掌门，重伤了网之主，抢走了血骨，现在已不知所踪。待会儿你会无感。苍九明，他杀了曲掌门，重伤了网之主，抢走了血骨，现在已不知所踪。你们打算怎么对谭太姐？各大仙门协同追捕，若他负隅顽抗，就地格杀。不要杀他，他不会做这种事情的。李素素，师父尸骨未寒，你却在这里为凶手求情。他杀了师父，难道不该偿命吗？不是的，一定是有什么误会。大师兄，我最了解谭太姐，我恳请你无论如何也要给她一个活着说出事实的机会。够了！事实就摆在眼前，只是你不愿意相信罢了。当日在降魔峰里便是如此，为了包庇谭台姐，竟敢当众隐瞒血骨的下落。若非如此，师父就不会死，衡阳宗也不会因此蒙羞。我以衡阳宗掌门的名义命令你，从今日起，不许踏出房门一步。大师兄。
我这印记是凤羽形状的，可好看了。是素素的凤羽印记唤醒了我。主上，你醒了。吃点东西吧。白羽，我问你，你为何要帮他们？主上，我不明白你为何要拒绝成为魔神。过去的你，是那么渴求力量。白羽，我早已不是从前那个人界君王谭台烬了。如今，我是仙门弟子苍九明。那若是为了夷月族呢？这与夷月族有何干系？500年前，你进入幽冥川不久后，夷月族便被司音和金月找上门。他们说夷月族从你上古魔神皆有带入魔胎的契约，若不交出魔胎，就是违背契约。只有将你寻回，才能免去灭族的厄运。所以我才被迫为他们效力，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让族人恢复自由。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才能够救他们，就是你成为魔神。求你了，主上！求求你救救他们！那些人里有我的阿妈，也有曾经为你效力的月影卫兄弟啊！求求你了，主上！求求你救救我们的族人，成为他们想要的魔神！求求你了，主上！我知道你很想尽快把族人救出来，但如果我答应了他们，魔神复生，那4州3界的生灵呢？夷月族的性命固然重要，可这4州3界无数生灵的性命也是一样重要。还真是大义凛然啊！苍九明，你可真厉害！谁能想到，最不希望魔神复生的，竟然是他的魔胎。你们答应过我，不会伤害主上。你着急什么呀？你看看你主人那样，哪里像是在担心自己的性命？倒是你，别救不了任何人，还把自己的小命搭进去。滚出去！我呢，要与我们的魔神大人好好聊聊。司音，你就不怕我真成了魔神，第一个先杀了我吗？只要尊上能复生，司音的性命又算得了什么？把你的手拿开！苍九明，你这副皮肉乃是魔神的躯解，多可舍得的随意死亡。时隔万年，终于有看到这张脸了。今天心情好，给你讲个故事。你见过这把黄虹伞？它不是器灵，而是我的姐姐。姐姐？她叫墨女，我叫四叶，我们生于赤水之畔，相依为命。
无忧无虑地过着快乐的日子。慢点儿。直到有一日，神域的战神天昊将我们带走。他将姐姐投入火阳鼎炼化。后来是尊上杀了天昊，救下了我。姐姐元神也因此受损，被尊上投入凡间炼解。身躯则与这把红伞合化为一，常伴我身侧。从那时起，尊上便是我永生永世的恩人。然而10000年过去，姐姐的元神都已归位，尊上却迟迟未能复生，是我愧对尊上。有愧，便是你替魔神作恶的理由。也并非全然如此。虽然我们的确会带来旱灾，也会吞吃过路旅人，但那不过都是我们天性所致罢了，不过是为了生存。就像猛兽捕猎是自然之理，为何只有我与姐姐要被神域惩处？尊上的躯壳，你所要的，终究是一个幻象罢了。以己之矛，攻己之盾，你都活了10000年，却还如此糊涂，真是可怜。你给我闭嘴！若不是你对尊上还有用处，我现在就想拔了你的舌头。你要杀了我吗？我怎么会失主呢？你可是我们等了10000年的魔胎，不如让我好好伺候，你就认命了。我知道你不会轻易放下重回仙门的念头，不如我给你看点好东西。刚刚在主上你沉睡的时候，属下们也没闲着，今灭已经将您开启魔宫、回归魔域的喜讯传了过去。他怎么了？我带魔神左右护法来此送上贺礼。这是怎么了？这是？装神弄鬼呀！多谢衡阳宗替我们保下了魔胎一命。如今苍九民已回归荒渊，魔宫已经重启，魔神复生指日可待。衡阳宗和逍遥宗窝藏魔界妖孽，导致魔神复生，犯下如此弥天大罪。如今大敌当前，仙门不可群龙无首。眼下，只有我们赤霄宗可以代劳了。诸位意下如何呀？岑掌门所言甚是，药王谷愿听赤霄宗调遣。千机门亦是如此。好，各位掌门，请速速回派召集弟子。3日后，我要带领诸位前往荒渊，诛杀苍九民。如今仙门已是对你恨之入骨，除了这魔宫，
这世上再无你的立足之地了。区掌门被杀，不好，苏苏有危险。怎么？你在想什么？真聪明啊，苍九明。这一世前尘梦境，你也该醒了。你想做苍九明，可是你兜兜转转，还是逃不开澹台烬的宿命。你在意的人，你爱过的人，他们都会因你而死。还记得尊上的话本吗？苍九明，我要他进入仙门，以为自己走上了所谓的正道，得到了所谓的师友温情，却发现不过是一场虚妄。如今苏苏因为邪骨，又替我承受了灾厄。也许念白玉是对的。你站住！又怎么了？我明白了，我不能这样任人宰割。既然你们都说魔神是我的宿命，我便接受这个宿命。你终于想通了。徐玄子已死无对证，苍九明也突然失踪。如今仙门思虑全在如何诛杀魔胎身上，真是天助我也。正好让我蛰伏于此，安心疗伤。邪骨之力磅礴无极，此时不宜强行吸收，恐有反噬。如今邪骨斩天剑皆在我手，剩下的就是另谋时机，夺回洗髓印和屠神弩了。前辈，苏苏已经醒了，他很是伤怀，可否劳烦您去看看他？忌勿先行邪果。对，还有苏苏，也不知道他会不会猜出什么。苏苏，苏苏不孝，没有去看父亲，倒是劳烦父亲先来看我。啊，无妨。徐掌门故去，你心中伤痛，没顾到来看我，也是人之常情。那日的事，你已经知道了吧？是为父没有保护好你们，才会让他我也不慎挨了他一击。父亲，当时只有你一个人在场，你可否告诉我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当时
法阵就要完成了，我和曲掌门都费力不小。正在这时，苍九明突然出现了，他手中的武器我认得，正是魔神的斩天剑。他偷袭了曲掌门，将我击晕。我隐约看见他施法在你身上，抢走了一个黑乎乎的东西。洗髓印不是我接触的第一件魔器，还有一把魔弩，已经与我融合了。谭台烬曾亲口对我坦白过屠神弩之事，若他还藏有斩天剑，怎会隐瞒于我？若他当真有魔器在手，决于害人，到底谁人能从斩天剑下活着回来？父亲果真看清楚了，当真是斩天剑。我曾折劫弑魔，自然知道斩天剑长什么模样了。我只恨我自己力不从心，没能保护好曲掌门。唉，这种无力的感觉，让我想起当年魔域的日子。魔胎是魔神的根苗，是绝对不可能改变的。他怎么可能真心拜入仙门？此事还是为父疏忽了呀。苏苏，你要挥剑断情，和那魔胎划清界限，切不可再重蹈你爹爹的覆辙了。啊，天色不早了，我先回去了。你也安心养伤吧。如今只有这样做，才能验证虚实。二师姐，我想见见你。这荒渊，相较万年之前，荒凉落寞了许多。你怎么会知道荒渊万年前的样子？你是在质疑我吗？苏苏，你现在在地面身边很危险，我只有用这种方式才能保护你了。为吾办事的，就只有你们吗？什么意思？万年之前，就是地面背叛吾，与神族勾结，加害于吾。吾要他跪在魔宫之前，归还邪宫，迎接吾的归来。是。